老板为了省下50万的沉网避险费，强逼我把价值3000万的极品大黄鱼网箱留在海面上，硬抗14级超强台风。他抽着雪茄，拍着我的脸嘲笑：“你们这些穷鬼就是胆子小。气象台都说了，路径有变，这台风铁定会转向。富贵险中求，懂不懂？等台风一过，市场断供，老子这批鱼直接涨价3倍！”我没发火，也没跟他争辩，只是拿出一份免责协议，让他签字画押。转头我就掏空积蓄，将自己的3口小网箱沉到了海底15米的安全区。3天后，14级台风携带着毁天灭地的风暴潮正面登陆，老板那50口巨型网箱瞬间被撕成了碎片。他那准备垄断市场的极品大黄鱼，直接成了给龙王爷打窝的饲料。阿杰，把油门推到底，马上回1号主控平台，快！海哥，出啥事儿了？今天这海面连个浪花都没有，平的跟镜子似的。就是因为太平了，你看看水里，平时打转的桃花水母一只都没了，全沉底儿了。再看看天上，海鸟全躲了。这气压降得这么狠，绝对不是普通风暴，是超强台风要来了。我叫陈海，在这片海域干了30年的深海网箱养殖。这座平台连同周围那50口周长100米的超大型深海巨蚁吸网箱，全都是我们的大老板孙建业的资产。他砸了重金在这片海域养殖名贵的深海大黄鱼，眼看着鱼就要到了出栏的斤数，就等着秋季套现大赚一笔。孙总，不能再等了，气压、断崖、市压电务全跑了。海事局的黄色预警虽然刚发，但这台风绝对会正面登陆，必须立刻启动网仓下沉程序，马上叫拖船和潜水员进场。陈海，你在这儿大呼小叫什么？懂不懂规矩？没看到我正在接待贵客吗？孙总，规矩大不过人命，更大不过老天爷。这50口网仓里装的可是价值3000万的极品大黄鱼。深海网仓遇到14级以上的台风，唯一的保命办法就是注水、挂配重块，沉到海平面15米以下的避风水层。这需要大马力桩和4个潜水员同时作业，整套流程最快也要10个小时。现在不下沉，等风起来了，神仙都救不回来。哼，我说老陈啊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今天早上气象台的专家刚发了分析报告，这台风受到副热带高压气流影响，大概率会在近海拐个弯，擦个边就过去了。你让我们现在下沉？陈海，你算过账没有？50口100米的大网康，叫团请专业潜水员，光这套作业费就得50万起步。等台风过了再拉上来，大黄鱼因为水压急剧变化的应激反应，还得死上一批，里外里损失上百万。你现在凭手里那个破表，让老子扔100万进海里听烟？孙总，这100万防的是全军覆没的风险啊！行了，陈海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渔民心里打的什么算盘。你这么积极，是不是私底下跟那些工程队把回扣都谈好了？想借这个破台风的名义从我身上捞一笔？孙长业，我虽然只是个技术员，但昧良心的钱我1分不拿。你今天不沉网，绝对会后悔。老子这辈子就没后悔过，富贵险中求。等这台风一过去，周围那些胆小鬼的鱼都折腾死了，市场肯定缺货。我配皮鱼不仅完好无损，还能直接涨价3倍，这就是老子的商业头脑。你个臭打工的懂个屁！紧急预警！紧急预警！今年第12号台风受异常气旋影响，已升级为超强台风，预计将于明日凌晨在我国东海四方岛海域正面登陆，中心最大风力将达到14级以上，并伴随特大风暴潮。市所有海上作业指挥部已下发此命令，全海域启动业今晚6点前全部撤离上岸，生命至上，严禁任何人员滞留海上。红色预警！孙总，官方下死命令了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咱们得赶紧撤啊！慌什么？官方那是为了绝对安全才让人撤的，人员撤离是国家的硬规矩，我孙某人遵纪守法，不给国家添乱。小王，马上安排我的豪华游艇送各位老总回酒店避风。孙继业，人员撤走，网枪必须马上沉底，这是最后的窗口期了。我撤人不代表我要沉网，50万的冤枉钱老子就是不掏，老子今天就跟这贼老天赌一把，我就不信我这高强度聚合断鱼的管子扛不住一阵风。你执意要赌那是你的事儿，但我陈海是个懂规矩的渔民，这片海域
不仅有你的50口大网，还有我个人承包的3口小网仓，我绝不会拿我的身家性命陪你发疯。既然你强行中断防台风避险作业，那对不起，我作为这片海域技术指导的职责到此彻底结束。在这上面签字，摁手印，白纸黑字写清楚。因资方孙志业拒不执行防台风安全规范，自签自起，你那50口巨型网库发生的一切财产损失、死于绝收，与我没半点关系。咱们从现在起彻底两清。行，陈海，你跟我玩这套是吧？你带着你那3口破网枪，赶紧给老子滚！等台风过去，老子的鱼能卖几个亿，到时候你就算跪在我面前，老子也绝不用你这种临阵脱逃的废物！阿杰，我们走。老刘，红色预警下来了，你在哪儿？海哥，我正带着船队往回撤呢。这台风看路径太吓人了，海事局催命一样在广播。别废话，半小时内带4个顶级深海潜水员到四方岛来，我要把我那3口网筐沉下去。海哥，你疯了！现在叫人加急干这活，潜水员都是要拿命搏的。这个时候出海，一口价8万块，少1分都没人干。8万就8万。马上过来！马上过来！孙建业舍不得他那50万，那是他不懂海的脾气。大自然从不跟任何人讨价还价，你少给他1分敬畏，他就会连本带利的要了你全部的身家性命。海哥，快点！市海事局的巡逻艇都在外围赶人了。下了死命令，天黑前这片海域连个活物都不许留。你看那云彩，像不像要吃人？这台风绝对是个硬茬子。兄弟们，时间就是生命，我这3口网箱是高密度养殖的极品鱼苗，全部给我下沉到海平面15米的绝对安全区，底部全部给我用4角配重铁块，私自锁在绝对安全区上，听明白没有？明白。1号礁注水完成，下沉3米。3号礁配重锁死，继续放缆绳。海哥，15米安全避风层到达，底部重力锚已死死扣进海底礁石环，钢链锁定。好，全体上浮，撤退。这压迫感太吓人了，海哥，撤吧，再不走就真的要给龙王爷当点心了。走，全速回港。我没有回市里，而是在距离海岸线最近的半山腰防空洞改造的安全屋里住了下来。这里地势极高，不仅能防台风和海啸，还能通过远程监控系统死死盯着我那片海域的水下传回的画面。孙总就是孙总，这魄力和眼光，咱们这些人拍马都赶不上啊！海事局一发红色预警，全省的养殖户都吓破了胆，疯狂花钱雇人沉网箱，听说拖船费都炒到天上去了。只有您稳坐钓鱼台，1分钱冤枉钱都没花。那是自然，做大生意靠的就是逆向思维。气象局那些饭桶的话也能信？你们看看外面，连一片树叶都没动，这叫什么台风？这简直就是老天爷在给咱们送钱。孙总判断的极其准确。根据我的独家模型分析，那个12号台风已经被副热带高压彻底推开了，最多就是从咱们这儿擦个边儿，下点阵雨。等明天早上太阳一出，那些把网箱沉到水底下的傻瓜，不仅白花了沉网费，拉上来的时候鱼还得死一半。而孙总的50口大网枪安然无恙，这市场一断供，您那批极品大黄鱼价格还不得直接翻到天上去？说得好，来干杯！提前庆祝咱们身价破亿。
各位同行，大家晚上好啊！我是四方岛海域的孙建业。听说大家今天都花了大价钱去陈网乡了，哎呀，真是替你们心疼钱啊！你们看看这外面，风平浪静的，哪里有半点台风的影子？特别是我那个前任技术员陈海，听说为了那3个破网箱大出血，花了8万块钱请人下水。哎呦喂，8万块啊，那可是你这穷鬼大半年的饭钱了吧？扔进水里连个水花都没看见吧？我早就说过，穷人之所以穷，就是因为认知太低，胆子太小。像你这种只配干苦力的下等人，永远理解不了什么叫资本运作。老子那50口网箱就在海面上飘着，1分钱没花。明天一早，老子就看你们这些胆小鬼怎么倾家荡产。看完视频，我没有生气，甚至连一点情绪波动都没有。他此刻的狂欢，就像是一只在屠宰场门口跳舞的肥猪，滑稽且可悲。因为高精度水银气压计上那根代表着气压的红色水银柱，已经跌破了历史最低点。孙总，您听什么声音？能有什么声音？估计是楼下的空调外机。救命啊！台风正面登陆了！快，去里面的安保监控室，那里的门是防爆钢的。孙建业，你大爷的！你不是说气象大师算过台风会拐弯吗？你不是说这是老天爷在给咱们送钱吗？老子差点连命都没了！放手！这是天灾，谁能算得准？14级狂风卷起了高达15米的滔天巨浪，一堵堵黑色的水墙携带着1000万吨级别的物理动能，毫无停歇的一次又一次的狠狠砸向海面。而他那50口原本整整齐齐、周长100米的巨型聚乙烯网箱，此刻就像是洗衣机里几块破烂的抹布，被狂暴的涌浪抛上10几米的半空，然后又重重地砸进深深的海谷。不可能的，厂家说过，这管子能抗12级台风的，这是高分子材料。那是12级，现在外面是14级以上的风暴潮。孙建业，完了，咱们投进去的3000万全完了！闭嘴，没完，还没完！老子有钱，老子能救！谁呀？什么时候了还打电话？刘老板，是我孙建业，四方岛海产公司的。马上派你最快、马力最大的拖船来四方岛，带上10个不20个潜水员，帮我把网箱沉下去。孙建业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现在外面是14级超强台风，海浪有5层楼那么高，别说潜水员，就算是1万吨级的钢体巨团开出去，也得被这风浪拍个半死。我给钱，我出100万，100万干一次。100万，孙总真是大气。不够吗？300万、500万，只要你现在马上出海救我的鱼，老子给你们500万现金。哼，孙建业，你就算给我5000万，我也去不了。在我们这群跑海的人眼里，钱再多也得有命花。海哥早就警告过你，是你不信邪。现在大自然开始收账了，你那几个臭钱连给龙王爷塞牙缝都不配。你就在岸上眼睁睁地看着你的破网枪怎么碎吧。
墙断了，主栏断了！我的鱼，我的钱！仅仅半个小时，那50口曾让孙建业引以为傲的巨型网箱，在超强台风的物理蹂躏下，彻底变成了一堆破碎的塑料管和烂网片。随着狂浪在海面上无助的沉浮，里面的百万尾极品大黄鱼连一片鱼鳞都没有留下。与此同时，距离海岸线5公里外的安全屋里，我正舒服地靠在行军床上，手里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浓茶，桌子上摆着2台电脑显示器，左边那台是通过内部网络共享的四方岛主控平台监控。我跟孙建业一样，全程看完了那50口网箱被彻底搅碎的画面。在海上不守规矩的人就该被淘汰，这是大自然的铁律。但这场仗我已经赢了。等这场台风过去，整个海鲜市场将面临极其恐怖的断供，而我这3口网箱里安全存活的鱼苗将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最炙手可热的硬通货。鱼，我的大黄鱼。孙建业，你个王八蛋！3000万啊！老子把抵押房子的800万全投给你了，你他妈不是说台风会拐弯吗？你不是说富贵险中求吗？退钱！马上把我们的本金退回来！你要是不退钱，我们今天就去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查封你名下的所有资产。退钱？我拿什么退？我的钱全砸在这批鱼苗和饲料里了，鱼没了，我现在的卡里连1万块钱都掏不出来。你放屁！你市里不是还有套别墅吗？还有这辆大奔！谁是四方岛海域承包商孙建业？我是。领导，我是受灾户啊，我的网箱全毁了，你们得给我申请救济补贴啊！救济补贴是给那些遵守防台风规程、依然遭受不看框力损失的合法养殖户的。孙建业，根据主控平台的数据和证人举报，你在台风红色预警下达后，强行中断防台风避险作业，拒不下沉网箱，你这是严重的违规操作。现在，你被撕碎的50口网箱已经随着洋流大面积漂移，严重堵塞了东海主航道，威胁到了过往商船的航行安全。限你48小时内立刻组织专业打捞船队，将主航道上的所有网箱垃圾清理干净，否则海事局将强制启动应急清除程序。届时产生的所有天价大型工程打捞费、航道占用罚款将全部由你个人承担。签字。强制清理天价打捞费罚款，这几个词像是一把把重锤，将孙建业那颗早就濒临崩溃的心脏砸得粉碎。大自然不仅收走了他的鱼，更用人类社会的合法规则对他进行了最极致、最无情的物理碾压。哈哈哈哈哈！陈海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不是花8万块钱去沉网箱了吗？你看看这海面，这么大的风暴潮，海底的暗流早就把你网箱给搅碎了，你的3口网箱肯定也全毁了，你半辈子的积蓄全打水漂了，咱们一样，咱们都破产了，哈哈哈哈！阿杰，
挂倒档，稳住船身。老刘，工程驳船抛锚固定，接通绞车电源。收到，海哥。锁定底锚钢链，开始提升。不可能，连我的50口网墙都碎了，他的怎么可能还拉得上来？绝对是空网，或者是被水压挤死的死鱼。活的，全是活的！我的天哪，连一片鳞都没掉！这老海狼的手艺神了！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因为大海不认钱，只认规矩。孙建业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大自然从不跟任何人讨价还价。你那3000万，就是你为你的傲慢和无知付出的惨痛代价。什么叫没货？今晚市里最重要的商会晚宴，主菜就是清蒸野生大黄鱼。你现在告诉我断货了？总厨，真没办法啊！14级台风啊，外海的养殖基地全军覆没。别说咱们市，就是隔壁3个省的冷链仓库里，连一条3斤以上的活体大黄鱼都找不出来，整个市场彻底绝手了。就在整个高端餐饮界因为断供而陷入极度恐慌的时候，一条极其震撼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瞬间引爆了全省的海产收购圈。四方岛码头有个老渔民在14级台风里从海底拾挖来3口完好无损的网箱，里面全是极品活体大黄鱼，目测最少有2万斤。快把冷藏车开出来，带上全款支票，跟我冲四方岛码头！今天就算抢，也得给我抢一车回来！阿姐，活水缸！陈海师傅，海哥，我是君威大酒店的王总监啊！海哥，你这批鱼简直是救命的活菩萨！平时这批下来的大黄鱼市场价是200块斤，我今天给你出300，你的2万斤我全包了，600万，现在就转账！王胖子，你少在这做梦！全省现在就这一家有活鱼，你300就想包圆？海哥，我出400，而且我自带装卸工，绝对不耽误1分钟时间。我出500，我出600，海哥给我鱼5000斤就行，我们今晚有婚宴急用啊！各位老板，别抢，规矩我懂。这批鱼因为在海底15米扛过了一次气压巨变，肉质经过极限紧缩，比平时的口感还要紧实，绝对是最顶级的品质。今天我不包圆，大家都能分到。但价格市场说了算，现在的起步价800块1斤，先交全款，后装车。800就800，海哥，给我装3000斤，这是240万的本票，马上验资，给我也来2000斤，转账。孙总，孙总。王总监、李总，你们怎么全来了？王总监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我不想供货，是台风太大了，我的网箱全毁了。咱们签的长期供货合同属于不可抗力，你不能让我赔违约金啊！不可抗力？孙建业，你少在这放屁！
我刚才可是听海事局的执法队长说的清清楚楚，人家让你陈网箱避险，为了省那50万的操作费，你拒不执行，这叫严重违规的人祸，不叫天灾。我们的晚宴差点因为你砸了招牌。按照合同条款，无法按期交付，必须赔偿3倍的违约金。你欠我1500万，准备好现金。明天我们酒店的法务部就会向法院申请查封你名下的所有资产，等着去牢里蹲着吧你！不能查封我还有救我孩子翻本。陈海哥，老陈师傅，海哥，我求求你，你匀给我5000斤，不，3000斤就行。只要你按平时的成本价200块一斤卖给我，让我把王总监他们的合同交了差，我就不用赔那几千万的违约金了。我求求你，看在咱们好歹合作过一场的份上，你拉兄弟一把呀！孙基业，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因资方强行中断防台风安全作业，自签字起，咱们2人彻底切割，一切后果与我毫无关系。海哥，我那是气话，我那是喝多了。你现在有2万斤鱼，你赚翻了，你赚了几千万啊！你手指头缝里漏一点给我，就能救我一条命啊！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见死不救！我在台风前苦口婆心劝你沉网箱的时候，你说我是为了黑你的回扣；海事局下达红色预警的时候，你说我不懂资本的富贵险中求。你甚至录视频发在群里，当着全行业的人骂我是穷鬼是废物。你落得今天这个倾家荡产、负债累累的下场，是你咎由自取。大海不搞慈善，我陈海更不是圣母。你想拿我的血汗钱去填你的窟窿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阿杰，起锚，装车。孙建业，你少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赶紧滚回去准备违约金吧。救我！短短1个小时的疯狂抢购，我那3口在海底扛过14级台风的小网箱，为我带来了整整1600万的现金暴利。而孙建业不仅输光了3000万的成本，还背上了几千万的巨额违约金和海事局的天价罚单，等待着他的将是法律强制执行的铁窗生涯。四方岛码头上的疯狂抢购一直持续到中午才结束。我活水仓里的2万斤极品大黄鱼被几家超5星级酒店和顶级海鲜酒楼瓜分得干干净净，整整1600万的真金白银极其合法、极其稳当的躺在了我的银行账户里。而另一边，大自然的物理惩罚结束了，人类社会的法治清算才刚刚拉开序幕。海上漂浮着大量黑色的聚乙烯管残骸和破烂的防弹网衣，此刻成了过往远洋商船极其致命的暗器。一旦螺旋桨绞入这些高强度网衣，轻则失去动力，重则船毁人亡。孙建业，48小时限期已过，你拒不履行清理主航道的法资义务，现在依法启动应急强制打捞程序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重型打捞船出场费、各种潜水员水下切割费总计580万，限你10个工作度日内全额缴清，否则直接移交司法机关强制执行并追究刑事责任。580万，长官，你们这是抢钱啊！那些管子和破网值几个钱？怎么可能要500多万的打捞费？我不交，我没钱，你们去法院告我吧！抢钱？你以为这是你们村里的池塘捞垃圾吗？这是深海航道，那2艘重型工程船每天的柴油消耗和设备杀一费就是天文数字。你当初为了省50万的沉网费，拒不执行防台风指令，现在这580万的强制清理费，每1分钱都是严格按照国家特种工程明码标价算出来的。没钱，海事有权局项直接向法院申过你名下的所有固定资产。你以为当老赖就能逃得掉吗？做梦！法官同志，就是他，四方岛海产的老板孙建德，他存在极其严重的合同违约和资产转移风险，我们强烈要求立刻执行诉前财产保全。孙建业接到原告方聚悦酒店等3家企业的联合起诉，鉴于你个人因严重违规操作导致货物全损，无法履行供货合同，且欠下高达1500万元的违约金，经法院紧急审查，现依法对你名下的所有资产进行查封，包括但不限于市中心御景湾的独栋别墅、
奔驰 S 级轿车1辆，以及你在市区3家公司的全部股权和银行账户。不，你们不能封我的房子，那是我老婆孩子的家呀！王总监，王哥，我求求你，给我一条生路吧！我那套别墅买的时候花了1200万，你们封了，我就真的只能睡大街了啊！睡大街？那是你活该！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今天不是陈海师傅那批极品大黄鱼救场，我今晚的晚宴就会彻底搞砸，我也会被集团辞退大街。你在台风前拒不成网，狂妄自大，把我们所有人的身家性命当儿戏。现在输了，你跟我讲可怜，带走，立刻去他的别墅贴封条，他的车也直接夺走。海哥，这孙子算是彻底完蛋了。听说那500多万的打捞费加上1500万的违约金，就算把他那套别墅法拍了也凑不够。他这下半辈子估计只能在牢里踩缝纫机还债了。种什么因，结什么果。这片海从不亏待守规矩的人，但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傲慢的蠢货。阿杰，叫兄弟们把船洗干净，挂满旗。咱们这艘破渔船也该退休了。明天你跟我去一趟市海洋渔业局。去渔业局干嘛？孙建业那片海域的承包合同，因为他的破产和严重违规，马上就会被政府强制收回，重新拍卖。我卡里现在有1600万干净的现金，我要把那片全省水质最好的黄金海域堂堂正正的买下来。我要建立全省最高标准、全抗台风的深海网仓养殖基地。哟，这不是陈海师傅吗？海哥，听说你前几天走了狗屎运，捞了几箱大黄鱼，赚了点辛苦钱，怎么着？挣了点小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，跑到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来开眼界了？赵老板，这门朝大街开，我陈海合法合规来参加竞标，怎么就叫开眼界了？竞标，哈哈哈哈！各位听听，一个在海上漂了半辈子、满身鱼腥味的臭打工的，居然说要来竞标四方岛的黄金海域。陈海，你是不是对资本运作有什么误解？四方岛那片海域起拍价就是500万，光是入场的保证金就得交200万现金。你那点卖鱼的钱，留着回家盖个2层小楼养老得了。这种几千万的大盘子，不是你这种底层泥腿子能玩得转的。能不能玩得转，不是你说了算，是规矩说了算。赵金彪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孙建业的下场就在眼前。大海只认实力和规矩，不认你身上这身几万块的西装。你敢咒我？肃静！各位竞标企业代表，请回到座位。现在正式开始四方岛海域10年特许经营权的公开竞拍。在竞拍前，我代表市渔业局强调一点：前任承包商孙建业无视国家防台风指令，导致网箱全毁、主航道瘫痪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。因此，本次竞标除了资金要求外，中标方必须签署最高等级深海防台风安全承诺书。任何企图偷工减料、心存侥幸的企业，一旦发现，立刻取消资格并追究法律责任。四方岛5000亩海域，起拍价500万元人民币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万元。现在开始竞价，550万，600万，650万，我出800万。各位，四方岛的海况复杂，这烂摊子除了我们金标为产，没人收拾得了。大家都给我个面子，别争了。800万一次，800万2次，1000万，直接加价200万，这人疯了吧？你疯啊！1000万现金啊！他一个渔民哪来这么多钱？陈海，你他妈是不是来捣乱的？1000万！你把你全家卖了，能凑出1000万吗？你这是恶意抬价！领导，我举报，这小子就是个在四方岛打工的技术员，他绝对没有1000万的资质。
他在这谎报竞价，严重扰乱拍卖秩序，应该立即把他轰出去，没收他的保证金。18号竞标人，本次拍卖是具备法律上交的，如果你无法出具与叫价匹配的资金证明，不仅要没收200万保证金，还将面临严重的行政处罚。领导放心，我陈海干了半辈子渔民，最懂什么叫一诺千金。这是我个人名下来源完全合法的银行资金证明，请领导过目。赵竞标代表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经本中心与银行专线查实，18号竞标人陈海先生的账户内不有匹配1000万的资金，其账户合法可用银额更是达到了1600万人民币，他的竞标完全合法有效。我的天，1600万活期现金，这才是深藏不露的真大佬啊！我听说前几天有个人在台风里拉上了一批活的大黄鱼，狂赚了1000多万，难道就是他？活该人家赚钱，14级台风人家都能扛住，这技术绝对应和。你到底还要不要加价？1050万，1200万，1200万2次，120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18号竞标人陈海先生成功获得四方岛海域10年特许经营权。陈海同志，你的事迹我们渔业局都听说了，在极端天气下坚守规矩，保住了极品鱼苗，你是咱们全市渔民的榜样。这片海域交给你，我们放心。感谢领导信任。大能给人一切，也能吞噬一切。孙建业输在了傲慢，而我陈海今天站在这里，靠的是30年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死守规矩的底线。我不仅出资1200万拿下这片海，我还要把剩下的400万全部用来打造全省第一套能抗击16级台风的最高标准深水重力网仓。我要让四方岛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最坚不可摧的黄金渔场。全场掌声雷动，赵金彪像一条斗败的丧家犬，灰溜溜地逃出了竞标大厅。而属于我陈海、属于硬核规矩与敬畏的大航海时代，此刻乘风破浪，正式起航。阿姐，发信号。好嘞，海哥。这400万，我把它全部砸进了这片海里的基础设施上。我要在这里打造全省第一道不可撼动的钢铁防线。第一步就是重塑深海的规矩，招募养殖技术员和出海工人。短短半天时间，码头上就挤满了前来应聘的渔民。各位乡亲兄弟，我陈海的工资给的全省最高，逢年过节还有干股分红。但是拿我这份钱，就得守我定下的死规矩。第一，出海前8小时滴酒不沾，谁敢带着酒气上船，当场开除，扣发当月工资。第二，不管风平浪静还是狂风暴雨，上平台必须穿戴标准救生衣和安全绳，违者滚蛋。第三，气象台只要下达黄色以上预警，所有人无条件执行避线指令，谁敢自作主张，心存侥幸，这片海域永远不留你。这陈海管的也太宽了吧？咱们在海上干了几十年，喝2口白酒暖暖身子怎么了？就是啊，平时风平浪静的还要穿那厚重的救生衣，热都热死了，这不是折腾人吗？哟，陈海师傅在这儿给手下人上课呢。兄弟们，别听他在这瞎忽悠，出来打工是为了赚钱，不是来坐牢的。来我金标水产干，底薪我虽然只给市场价，但我这儿没那么多破规矩。想喝酒喝酒，想光膀子光膀子，只要你们能把鱼喂肥了，我绝不多管闲事。停，我不干了。赵老板说的对，赚钱嘛，讲究个自由。海哥，你这规矩太不近人情了，我不干了，我也不干了，去赵老板那边，我也不干了，去赵老板那边。海哥，这姓赵的故意挖墙脚，扰乱咱们的军心，让他挖。海上作业人命关天，把规矩当儿戏的人就是船上的定时炸弹，这种人给我倒贴钱我都不要，筛掉这些月币，留下的才是能打硬仗的真兄弟。签合同，领装备，全体船上船，准备开工。
接下来的半个月，四方岛海域上演了一场极其硬核的深海工程建设。我花400万重金定制的根本不是普通的网箱，而是目前国内最高标准的 HDPE 双层重力抗风浪深水网箱系统。一个个周长120米的巨大网箱骨架掉入海中，这些网箱的浮管全部采用直径超过300毫米的高密度聚乙烯实心管材，里面填充了最高级别的防撞泡沫。网衣更是极其硬核，采用的是双层防沙、防切割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，比钢丝还要坚韧3倍。下沉低锚。深海潜水员在海底15米的坚硬礁石床上打下了几十个极其粗壮的膨胀钛合金地脚螺栓，然后将重达5吨的混凝土定滑轮死死锁在海底。对比之下，一网之隔的赵金彪那边，他为了省钱，不仅买的都是二手淘汰下来的单层细管网箱，甚至连固定用的底锚都只是随便扔了几个破铁桶，灌上水泥了事。陈海，你是不是有钱没处花了？这年头养鱼讲究的是高周转、低成本，你花400万建这些铜墙铁壁有个屁用啊！大黄鱼能吃你这塑料管子长肉吗？你这叫典型的过度投资。等到了年底对账，老子的利润绝对是你的10倍。赵金彪，大海的考试从来不会提前通知，你省下的每一分安全成本，大自然都会连本带利的从你的命里扣出来。时间飞逝，我的这套钢铁防线彻底建成，不仅引进了全自动化的投喂系统，还在海底安装了24小时的红外线高清监控和水质实时分析仪。第一批极其珍贵的深海大黄鱼苗安全入箱。由于这套系统的水质置换率极高，鱼苗在里面生长得极其迅猛，存活率达到了惊人的99%。而就在一切都在极其完美的合法运转时，大海的第二场考验悄无声息地降临了。警告！水体溶解氧浓度急剧下降，水温异常升高，藻类毒素指数超标。海哥，出什么事了？马上启动全区域广播！这不是风暴，这是比台风更悄无声息的深海杀手——特大赤潮。赤潮，这是海洋生态系统在极端异常气候下产生的一种毁灭性灾难。海水中某些浮游植物、原生动物在异常洋流的催化下发生爆发性增殖，它们不仅会疯狂消耗海水中的氧气，导致所有鱼类窒息，更致命的是，赤潮藻类会释放出极强的神经毒素，能在一夜之间将整片海域的生物毒杀得干干净净。各海域养殖户请注意，受异常暖洋流影响，东海爆发10年一遇的特大有毒赤潮。赤潮带正以每小时5海里的速度向四方岛海域覆盖，赤潮深度集中在海平面至水下10米区间，请立刻采取冲氧、隔离等自救措施。全体注意，无需冲氧，无需隔离，启动液压下沉系统，全区域网舱10分钟内给我全体下潜至海平面15米以下的冷水清洁层，让这片毒海从咱们的头顶上刮过去。1号至10号网腔下潜5米、10米，到达预定15米冷水避险层，姿态平稳，未出现网衣挤压，保持拉力，开启水下高清摄像和溶氧仪，全天电监控。短短10分钟，我那片原本布满巨大网箱的广阔海域，表面上再次变得空空荡荡，只留下几个极其坚固的定位浮标。而就在我的网箱刚刚完成下潜不到半个小时，赤潮正式降临了。原本蔚蓝色的海平线瞬间蔓延出一条宽达数海里的暗红褐色赤潮，原本清新的海风瞬间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极其浓烈、刺鼻、令人作呕的腥臭味。滴滴滴，表层海水含氧量跌破临界值，神经毒素指数严重超标。怎么回事？这水怎么变红了？好臭啊！好臭啊！死鱼了！我的鱼！我的钱啊！快他妈开增氧机，把所有的氧气泵全给我打开，给老子往水里打氧啊！赵老板，没用了，这洪水太邪门了，增氧机打进去的空气瞬间就被那些红藻给吸光了，而且这水里有毒，鱼不是憋死的，是被毒死的，鳃都黑了。我不管，给老子想办法！
下沉，对，快把网箱沉下去，海底没毒，拿石头、拿铁块绑在网箱上，给我硬拉下去。赵金彪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当初买的是最便宜的二手吸管子，连个定滑轮都没装，底毛就是几个破水泥桶，这网箱根本就没有下沉功能。现在硬绑石头往下沉，这单层的破网翼瞬间就得被撕碎，鱼全得跑光。那怎么办？难道让老子眼睁睁看着几千万死绝吗？下去！你们给我潜下去，用手拉着堤网往下拽，谁拽下一个网床，老子奖他1万块。1万块，你留着给自己买棺材吧。兄弟们，这王八蛋为了省钱买破烂设备，现在出了事想拿咱们的命去填坑。当初陈海师傅定规矩是为了保命，这孙子是让咱们去送死，不干了，赶紧开船撤，这毒气吸多了要死人的。回来！你们这群白眼狼，拿了老子的钱敢跑！短短2个小时，这场10年一遇的特大赤潮彻底笼罩了赵金彪的那片海域。原本生机勃勃的养殖区变成了一片令人窒息的修罗场。几百口破烂的网箱里，密密麻麻地漂浮着一层极其厚实的、翻着白肚皮的死鱼，暗红色的毒水混合着死鱼迅速腐败的腥臭味，在烈日的暴晒下，简直让人作呕。几千万的投资，在短短2个小时内被大自然的毒药清零得极其干脆。陈海的鱼肯定也全死了。这毒水是全覆盖的，他就算沉下去也没用。海哥，水下传回数据了。水下15米溶氧量正常，毒素指数0。海哥，神了！咱们的鱼一条都没死，这400万的抗风险设备简直是降维打击啊！大海是不讲人情的，你防线修得多高，你的命就有多硬。赵老板，这就是你说的过度投资，这就是你说的高周转低成本。你当初嘲笑我花400万建深海升降系统是个笑话，现在大自然给出了判决，你为了省钱买破烂设备，招募不守规矩的劣币工人。现在你鱼死绝了，你的工人跑光了，而我400万的钢铁防线完美避开了赤潮杀机。在深海里，傲慢和贪婪永远是大自然最先收割的烂韭菜。老板，不能再待了，船舱里的空气净化器都爆表了。刚才几个供应商打电话来，听说咱们绝收了，全都在港口堵着要账呢。咱们的资金链彻底断了。滚！给老子闭嘴！谁是这片海域的承包法人赵金彪？领导，我是受灾户啊！这赤潮是天灾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！受灾户，你这是在犯罪！根据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，养殖海域出现大面积死鱼，承包方必须在24小时内进行无害化打捞处理。你看看你这片海，死鱼已经开始重度腐败，严重污染了国家3类水质标准，导致周边底层生态系统正在经历毁灭性的次生灾害。鉴于你购买淘汰劣质网箱导致无法避险，且在灾后拒不履行清理义务，造成极其恶劣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，现对你下达最后通牒：第一，限你12小时内立刻调集具备生化处理能力的特种打捞船队进场清理；第二，针对此次重大污染，开出200万元的顶格生态修复罚单。如果超时未清理，环保局将启动强制代履行程序，产生的天价特殊打捞费，并直接移交公安机关追究你破坏环境资源的刑事责任。签字。领导，我没钱啊，
我真的没钱了，我的鱼全死了，我去哪里找特种刀楼船啊？没钱不是你污染国家海洋环境的借口。天丸子，你就在这守着这片臭水沟，想办法，敢跑，马上全省通缉。海哥，海洋监测站发来实时数据，表层海水毒素已经彻底被洋流带走，溶氧量恢复到1级标准。好，大自然给咱们放行过。全区域注意，接通高压泵，排空浮管压舱水，液压脚者全功率提升。海哥，活神仙啊！你就是东海的活神仙！海哥，全省绝收，全国断货！你这批鱼现在是真正的黄金，上次是800一斤，今天市场起步价，我给你出1200，我带了5000万的银行本照，你给我先装4万斤。海哥，我出1300。只要你给我5000斤，我马上全款打给你。1500，我出到极限了，1500。海哥，求求你给我留一点，我们酒楼马上就要因为没货关门了。各位老板，规矩还是老规矩，我陈海不坐地起价，1200一斤，就按王总监的开盘价走，每家都有份，按照交钱先后顺序挨个装车。海哥仗义，规矩人，马上转账。作弊，他作弊！警察同志，你们抓他呀！这赤潮啊，肯定是他投毒搞出来的。凭什么全省的鱼都死了，就他的鱼不死？肯定是他给我的鱼投了毒！我要去法院告他，我要他赔我几千万！你瞎了吗？陈海同志采用的是国家大力提倡的高强度抗风浪深水网浆，人家在赤潮来临前启动液压系统，将网光下潜到了15米的清洁冷水层，进行了完美的合法避险。你为了省那点设备钱，买一堆连下沉功能都没有的破烂淘汰管子，现在鱼死了，你不仅不反思，还有脸在这里诬告别人投毒？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我不信，这不可能的！凭什么他有钱赚，我要去坐牢？不仅要坐牢，你还得把这片海给我清坑干净！赵金彪因涉嫌拒不履行环境修复义务，造成重大海洋生态污染，现在对你依法采取强制措施，带走。海哥，四方岛真正的定海神针啊！在绝对的硬核技术和零伤亡的奇迹面前，没有任何人再敢用底层渔民的眼光来看待我。竞拍过程毫无悬念，我极其果断地砸下2000万现金，不仅全资拿下了赵金彪被收回的海域，还顺势将周边几块因为台风和赤潮破产的散户海域一并整合。至此，整整15000亩全省水质最优良的特级深海黄金渔场彻底并入了我陈海的版图。海哥，15000亩啊！咱们现在是全省最大的海产霸主了。有了这5000多万的本钱，咱们以后直接躺着数钱就行了。阿杰，你记住，大自然给我们的钱不是让我们去挥霍享受的，是让我们用来加固防线的。资本的傲慢已经被大海吞噬了，我们绝不能走孙建业和赵金彪的老路。成立定海深远海农业集团，剩下的3000万全部给我砸进基础建设里。我要把这15000亩海域全部铺满最高级别的 HDPE 双层抗风浪下式重力网康。我要建立全省第一条拥有独立水质监测、全自动投喂以及海上生化隔离系统的现代化深海防线。各位兄弟，以前咱们给资本家打工，他们为了省钱，拿咱们的命去填海。从今天起，在这片定核集团的渔场里，安全和规矩是唯一的最高指示。我陈海在此立下死誓，所有一线的技术工人和操作手，除了全省最高的基础洋薪外，全部享有集团20%的干股分红。只要大家死守防台风、防赤潮的安全红线，
这片海产出的每一分利润，咱们兄弟们堂堂正正的站着分。海哥万岁！定海集团万岁！死守规矩，敬畏大自然。时间如同白驹过隙，短短3个月后，15000亩的海面上，几百口巨大的现代化抗风浪网箱，犹如海上长城般傲然挺立。这里不仅成了全省最大的高端海鲜供应基地，更成为了国家级深远海养殖的示范区。待被告人孙建业、赵金彪上庭。现在宣判，被告人孙建业在台风红色预警期间，为了个人私利，拒不执行国家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避险指令，导致口巨型网箱损毁，严重堵塞国家一级主航道，造成极其恶劣的公共安全隐患，且在灾后拒不支付580万劳救援费，并涉嫌伪造资产证明、合同诈骗，数额特别巨大，数罪并罚，依法判处孙建业有期徒刑15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，并部没收个人全部非法所得及名下所有查封资产，用于优先偿还违约金及国家行政罚款。15年。法官大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狂妄自大，我不该为了那50万把命搭进去啊！被告人赵金彪为了贪图便宜，违规使用淘汰劣质养殖设备，在特大赤潮发生后，拒不采取任何环保补救措施，导致试灌死鱼，严重污染国家3类海洋水质，造成周边生态系统发生极其严重的次生灾难，其行为已构成极其严重的污染环境罪，依法判处赵金彪有期徒刑8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，责令其在刑满释放后，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海洋资源开发相关的行业。不，终身禁业，这等于要了我的命啊！陈海同志，请留步。张局长您好。陈海同志，今天的庭审大快人心，孙烨和赵金彪这2个害群之马，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。但更让我高兴的是你。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我们新时代渔民的榜样，在资本的傲慢面前不低头，在灾难面前死守安全红线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用赚来的合法利润，打造了全省第一条不可撼用的深海钢铁防线。陈海同志，市委和省农业厅已经专门召开了会议，鉴于定海集团在深远海抗风量网桑技术上的重大突破，以及在环保和安全上的极其严苛标准，官方决定将你们集团正式列为省级深远海现代农业示范基地。为了支持你们继续做大做强，市里特批了2000万元的海洋科技无息贷款，并且免除你们基地未来3年的全部海域使用金。陈海，这片蔚蓝色的海洋，国家交给你这种懂规矩、有底线的硬汉来守，我们放心。请领导放心，定海集团绝对不负国家重托，只要我陈海在一天，这片海的规矩就永远硬如钢铁。海面上500口最高等级的 HDP 双层重力抗风浪网箱整齐划一地排列着，天空中10几架重型载重无人机正在进行极其精准的全自动巡航投喂，海底5G 高清红外探头和水质分析仪24小时不间断的将数据传回到基地那块巨大的环形指挥大屏幕上。海哥，央视农业频道和省台车导张局长亲自带队在码头等您呢。走，迎一迎张局长。观众朋友们，根据国家气象中心最新预报，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龙王风力已达到极其罕见的17级，将于今晚在我国东海沿海登陆。但令人安心的是，作为全省海洋渔业的标杆集团，已经提前协助省防汛指挥部完成了周边3000多艘渔船和数万渔民的撤离与安全安置工作。那是陈海的基地，15000亩全自动化深海网箱，他做到了，
他真的建成了不可撼动的海上长城。陈董，17级台风啊，这可是100年一遇的极端海况，定海集团的防线能扛住吗？记者同志，您看水下。全系统自检完毕，抗拉拽指数正常，网易承压指数正常，鱼群应急反应0。好，太好了，这就是我们新时代渔民的智慧，这就是科技和规矩的伟大力量。定海集团不仅保住了国家的海洋资产，更为全国的深远海养殖树立了不可逾越的安全标杆。海哥，您这是？我老了，这片海以后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。阿杰，你给我死死记住，这套设备再先进，也大不过老天爷的脾气。科技是我们的武器，但规矩和敬畏，才是我们在这片海上活下去的唯一灵魂。只要定海集团存在一天，安全红线就绝不能碰。谁敢像资本那样傲慢，谁敢对大自然失去敬畏，你就给我立刻让他滚蛋！海哥放心，定海集团的铁律世代相传，人在海在，规矩永存。这片大海曾经吞噬过无数傲慢的灵魂，也见证了无数资本的覆灭，但它最终将最辉煌的王冠戴在了一个死守底线、敬畏自然的底层老渔民的头上。海风拂过，阳光万里，这片蔚蓝色的深海规矩不朽，传奇永存。